好，我们正式进入绿色隧道喽。来，左边小心头，左手边。这成功跟你同一天出生呢？真的吗？机车的声音呢？没有啊，我觉得机车这一台，那个不像那个五龙伞那个就是哦，不是，哦对，它是好了，关门了。还是怎么洗澡？随便的。今天的第一站，早上8点40分，我们来到台江国家公园的停车场。我们买了2张全票，1张儿童票跟1张保险票，总共530元。现在准备要去搭船喽，9点钟就要出发了。各位来宾，大家好，坐主法由绿色隧道，全程大约30分钟。第一，请不要去摸树，很重要。再说一次，不要去摸树，因为这边有一些树是有毒性的啊。第二，我们其实常常会离树很近嘛，除了不要摸树以外，你要记得闪树，因为你会动，树并不会动。第三，我们坐在船两侧的朋友，就麻烦您把你的手伸进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这个红树林叫做红海榄哦。重要的地方是下面你会发现很多像拐杖一样的根，那个是它的支持根，有支撑的作用啊。这个根是由上往下长啊。来，左边这一大片也是啊。所以它那个根呢，有些是长在半空中但是它会持续往下就是那个根就插进土里面的石地，这样撑着它就不会跌倒有支撑的作用。那这种红树林在台湾比较少见但在市场还蛮容易看得到的所以市场是一个非常适合欣赏红树林的地方那你现在两侧看到这个叫海茄冬下面有没有看到都有很多一根一根类似竹筷子的东西，长得很密集那个是海茄冬的棒状呼吸根，这个呼吸根呢是从土里面冒出来的冒出来是为了要呼吸为什么？因为土地缺氧朋友们。红树林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是在河跟海交汇之处，所以每天有涨退潮所以海水冲刷泥土，土地缺氧，所以根就要出来呼吸免得他们缺氧而死可是我们这边并没有靠海为什么也会长红树林因为这条水道有通海。朋友们，上桥的时候外面台湾海峡的海水会涌进来的所以这个水是咸的小心你的手机，因为很多人拍照拍着拍着手机就怎么样，扑通跳水了。我们这水道虽然没有很深，只有1米多但是下面都是烂泥巴手机扑通跳水的话就被遮住了，啥都找不到所以务必小心好，我们正式进入绿色隧道喽。今天是我们的首航你可以关注水面虽然今天阳光不太给力但是首航的话，水中倒影会很漂亮好，左手边的朋友，小心你的头左边头趴低，小心。你可以观察远处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隧道就变得很有层次感左边小心呼吸根上有一只黄小鹿快要到了。
来，我们进入下个绿色隧道啊，小心头，右手边注意呼吸根哈。希望那只黄小鹿没跑掉。来，左边呢，把头弯进来，把头弯进来。这个把做断。来，各位朋友来注意听啊，船长会在这里停船，停船了以后就是你的拍照时间，你关注左边的水中倒影。停好了以后赶快站起来拍，因为倒影5秒钟后就没有，所以务必动作快。好，开始。好，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啊。树长这么低，当然是有它的原因哦。这条水道是日本时代日本人开凿的啊，但是它后来荒废了。我民国77年左右才把它整理出来哦，当时树就已经长这样了啦。不过呢，我们不能够做太大的一个动作，因为这边被列为保护区哦。来，左边小心头，左手边。不过我们把时间推算在200-300年前哦，大概在你的右侧到赤坎楼那一带哦，其实以前是一个很大的溪湖，叫做台江内海。那巴掌溪以南哈。南北的走向是巴掌溪以南、二人溪以北哦的范围哦，很大，台江内海啊。所以在清朝的年代呢，这个台江内海可以停1000艘的船只哦。不过现在你可以看到它陆化了啊，所以日本人开辟了很多的盐田晒盐，结果他们竟然就把竹筏港的水道给切断了啊。对，那切断了以后呢，水不流通，所以我们又从竹筏港挖了一条水道哈来排水。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所以这条是排水道，但有名的是这一条。你可以说它是竹筏港的支流，也是 OK 的啦哈。你往前看，前面的隧道就挺美的哟。所以他下一台马上接着又出发了呢。这样解说员的工作一直讲重复的话，然后一天另外一个吗？换另外一个，它是轮流，不是空口讲。那他一天也要讲好几场吧？那1年下来都是重复的内容，一直讲，这个会不会工作倦怠？那你那个当老师也一样啊，这样子比较好啊，你不会东西都不一样啊。你就一直讲啊，你就很熟啊。对啊。那我们工作也不是都重复过。这里才是头哦，这边是尾巴，根本就搞错了，跳下。开船哦！现在是早上的10点16分，我们到距离安平古堡500公尺远的一个免费停车场，准备前往安平古堡。这个榕树的气根非常的浓密，长得很长。安平小炮台。弟弟不用，他是6岁以下的啊。有吗？哦，两张全票，1张半票。端午节太麻烦，我知我。来，你讲我无传掉，我唔知啊。喺後面啊，夠大，特別係抽啊，咩款抽啊，这是以前的模型图。这成功跟你同一天出生呢。
真的吗？ 7月14日。哦，不过它是那个啦，它不是国历，是国历是8月27啊，那个是农历呀。农历呀。农历。农历7月14。建造于1945年，负责监控城堡动态。那在福州，跳台。